Please. 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7季前情提要。神速力和白瑞反目成仇，为了防止他滥杀其他原力，白瑞和威尔斯穿越到了17天前，也就是神速力重启的那天，试图在诞生前抹除这些原力。可当刀架在脖子上时，白瑞犹豫了。4大原力因他而生，某种意义上，这都是白瑞和艾瑞斯的孩子。最终他收手了，这也是威尔斯所希望看到的。愤怒的神速力找上了静志力使用者迪恩，场面变得焦灼起来。见着神速力的手刀，迪根出奇的冷静。笨子，这也就不是你秘书啊，哥你秘书在这儿，准给你拿捏了。迪根自认为一个响指便可以解决一切，可当他清楚原力诞生的细节后，才知道神速力是自己的姐姐，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父亲白瑞，也就是闪电侠。实验室里，亚历克萨被前情提要了一波，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。他和白瑞、艾瑞斯有着直接感应，包括其他3个兄弟姐妹。这是个原力小家庭，不幸的是老大姐想尽办法要杀他们，亚历克萨已经被保护了起来。接下来就是寻找灵能克和迪恩，争取用 Talk 感化他们。凭借同位素的分布图能够看出神速力很生气，他完全没有顾忌地行动着。为了不让亚历克萨再死一次，白瑞要训练他掌握力量，这样当神速力来袭时，亚历克萨就能够变身豪利女保护自己。上周西斯科跟卡米拉就计划好离开小队，卡米拉甚至找好了工作，但西斯科还没通知团队，更不知道如何开口，该怎么告别陪伴7年的伙伴。灵能克当晚袭击了一位富豪，对方认出了他，更好奇巴希尔这些年经历了什么，可回应他的只有无尽噩梦。富豪遇难后，警方接管现场，加上他，今天一共死了4位富豪。现场的同位素数值都指向了灵能克，死者家中有一幅相框，上面的6人曾经创立了雄狮联盟。结合乔所说的今天共4人遇害，直觉告诉白瑞，灵能克的动机是私人恩怨。乔被召回警局，上头让克里斯汀多留在中城一段时间，来解决转化人犯罪的根源。乔注意到桌上有份签好的武器移交合同，他已经感觉到事情不简单。克里斯汀调出了过去几年的档案，有2个人曾专门负责过转化人案件，佩蒂以及朱利安。这2个人最终都选择离开中城，而有1人雷打不动，便是负责犯罪现场调查的白瑞。这次来找乔，就是希望他能让白瑞单独见到自己，说不定白瑞知道这些警局未曾记载的事情。乔犯了难呢，但嘴上应了下来。另一边，亚历克萨的魔鬼训练火热召开，实验室里有个屌爆的穹顶，哪怕是逆闪也无法从中逃脱。为了让亚历克萨成功变成豪利女，小队想尽了办法。变身容易，保持理智难呢。众人开始尝试，同时记者组找到了雄狮联盟的一位成员奈奥米，他和夏普是最后2个幸存者，也是灵能克接下来的刺杀目标。谈话间，灵能克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奈奥米全然不把他当回事儿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鬼，凭什么跟他这帮活在上流的同学套近乎？巴希尔也不生气，直接动用贤者力将其困在恐惧之中。阿莱格纳悄悄通知了实验室，正在训练的白瑞赶往了现场。他想通知巴希尔，神速力正在全力追杀他们，但巴希尔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贤者触须将白瑞扔出去几米远，而且白瑞根本来不及躲开。目前5位富豪领了盒饭，夏普是最后的幸存者。通过巴希尔的触须，大家判断出原力在逐渐增强，必须尽快让亚历克萨掌握力量，才能在下次对决中占到优势。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，白瑞要把豪利女从亚历克萨体内逼出来。经过改造的穹顶可以释放同位素，辐射量足以激活力量力。果不其然，豪利女出现了，并且越来越愤怒。同位素退散至少要30秒。这期间，西斯科负伤昏迷，亚历克萨因为击中友军，打算放弃。他认为豪利女无法驯服，更不能当作武器使用。亚历克萨和白瑞起了争执，凯瑟琳让白瑞多点耐心。你刚获得能力的时候，斯旺不厌其烦地教导了你几个月，关键人家还是你的死敌，力量力怎么说也是你的孩子。报社里，艾瑞斯调查了雄狮联盟的历代成员名单，果然找到了巴希尔。巴希尔命途多舛呢，被亲生父母遗弃后，有一对富豪领养。紧接着，养父母为了逃税飞离本土，途中空难殒命，留下了5000万外债给巴希尔。破产的他被雄狮联盟除名，难怪巴希尔要复仇啊！因为亲朋好友抛弃了他。不久前，最后一名幸存者夏普逃跑了，
他应该是知道了联盟成员的遭遇。乔来到武器库，上午的合同让他起了疑心，很快他就发现警局来了一批枪械，配备的子弹是转化人解药。乔知道克里斯汀不撞南墙不回头，当他得知上头下达了批准后，不由得怀疑起了自己的警声。克里斯汀的做法相当于对每一个有前科的转化人开战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而且克里斯汀有上头的支持，正准备把这事引入歌坛、谢石城等各大城市，除非是有办法让他回心转意，自愿放弃，不然做什么都无济于事。与此同时，希斯科醒了过来，所受的伤不重，还能继续工作。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卡米拉，全国至少有8000个职位供他挑选。可笑的是，自己却不知道干什么。上次对上灵能克时，他看到了恐惧，看到40岁的自己还在星辰实验室工作，听着也许很美好，半生都在和好朋友待在一起。可恐惧的是，那时候的好朋友们都有了各自的生活，自己一无所有。从那一刻起，希斯科就想过离开，去尝试其他生活，体验不一样的未来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自己怎么向家人们道别呢？这边的凯瑟琳找到了亚历克萨，他用冰霜为例，告诉亚历克萨，有时不要想着控制另一个自己，要去理解另一个自己，也许这样会有不同的结果。说着，他把神经抑制器给了亚历克萨，带上这个多去和豪利女交流。角落里的白瑞借这个机会道了歉，自己的确是操之过急了。卫星检测到巴希尔的同位素正在疯狂逼近夏普，将他截停在了山路上。夏普见到巴希尔后各种关怀，这让巴希尔感觉到很讽刺，知道危险来临才把自己当朋友。你好像是有那个大病啊。白瑞此时正在筹备计划，艾瑞斯把调查的所有结果告诉了他，这样 talk 的时候更有说服力。亚历克萨随他一同前行，在夏普即将遇害前阻止了一切。Flash, do you fear me, Flash? 巴希尔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个妹妹，他总是不给白瑞 talk 的机会，伸出触须给闪电侠来了个捆绑 play 啊！亚历克萨见状，直接带上了抑制器，跟豪利女开启了私密会议。Alexa and Fuerza together. You are a very big baby sister. 于是他们完美融合，救下白瑞的同时，强迫让巴希尔冷静了下来。Bashir, you don't have to fight us. Yes, I do, Dad. Bashir, listen. Doesn't have to be this way. Tell him that we're not like his parents, and neither were his friends. 随着艾瑞斯的远程连麦 ，Talk 理疗开始了。他调查后发现，除了奈奥米以外，所有的伙伴都在匿名捐款，帮助巴希尔偿还债务，因为他们知道巴希尔抹不开面子求助，结果呢闹了个乌龙。巴希尔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白瑞决定给他一个家。妈的，让他 Talk 到来。巴希尔跟着回到了实验室，尝试融入这个新家庭。希斯科离开前接到了一封来自天眼会的邮件。警局里，乔做出了最后的决定。回首这几十年，他在警局建立的一切理念都是为了保护忠诚人民，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围墙要被别人推倒，甚至是碾碎。乔不思啊，他不想违背真理啊，所以乔选择了辞职，离开了自己贡献一生的忠诚警局，捍卫自己心中的正义。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陈。实验室这边，一家4口商量着对策。神速力终究是几大原力的老大，得尽快找到迪根，大家联手阻止他。就在这时，神速力带着迪根来到了实验室，迪根一个响指定住了白瑞，神速力紧接着电疗了剩下的娘仨。艾瑞斯在内生死未卜，可恶，让他们尝到 Talk 的甜头了，又水了一截。预告显示，白瑞将和神速力迎来一次对决，大概率又是口遁力解决，让神速力承受无限暴击伤害。二师兄，师傅，您别念了，您别念了。师傅，你就念吧。师傅，你别念了，猴哥都疼死了。一想到第7季长达30集，又能学到很多的经典语录，我开心坏了呀！